真是太好了！地產老板5個億的土地項目竟然真的談成了。你看他坐在別墅裡，心情可開心了。然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突然想起了心上人阿娟的乾媽。他知道老奶奶的腿傷還沒好，那麼地產老板會去看望一下老奶奶嗎？我們知道上一期，地產老板看中了村民的一片土地，這片土地足足有1000多亩，裡面不僅種了各種的熱門水果，還種着一些草藥，更主要的是裡面竟然還有一大片池塘。地產老板當即決定拿下這片土地。此時我們可以看到2個人已經回到家，開始坐下來談生意了。村民趕緊給地產老板倒上了茶水，他現在急着用錢，也想趕緊把這片土地出手。於是地產老板便詢問這片土地村民打算出多少錢，可沒想到村民卻狮子大张口，直接向那地產老板要了6個億。地產老板一聽便不樂意了，他对村民說：大哥，你這片地我確實是看上了，裡面也確實有我想要的東西，但你一張口就6個億，按照當地的市場價，它也不值這個價錢啊。村民卻說：老板，那塊的我們剛才也看了，我把那片地一直維持得很好，裡面所有的果樹都種上了，而且面積也足夠大。你知道的，裡面不但有一個居住的地方，最主要的是那個池塘，我在上面可花了不少心思了，所以我要價肯定要比市场價要高。地產老板想了想又說：你說的不錯，大哥，你的土地剛才我们也看了，確實非常適合我現在要做的項目，我的確是相中了，但我覺得價錢還是偏高了，如果你能給我一點折扣，我願意現在就跟你簽合同。你看這樣吧，大哥，給我5個億怎麼樣？村民聽後立刻眉頭緊鎖，他對地產老板說：老板，你這砍價砍得也太多了，你是知道的，這片地裡還有一片小溪，對你種植各種草藥非常方便，你也不能拿市场價跟我这片土地比啊。这樣吧，老板，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，5.5億怎麼樣？地產老板聽後，5.5億也確實符合自己的預期，雖然比市場價高，但裡面的環境好歹還不錯。於是他拿出合同讓村民在上面簽字。他對村民說：大哥，你看一下這份合同，我之前已經擬定好了，你看一下條目，沒問題的話就簽字吧，錢的話這幾天我就會給你。村民看了看，裡面沒有任何問題，當即2人都簽了字。隨後村民又把土地歸屬權拿了回來，地產老板翻開後看了看，裡面的面積跟村民說的差不多，這下心裡所有的疑惑都落下了。5.5個億的數目雖然不小，但這塊地的潛力他看得比誰都清楚，果樹、草藥、水源、池塘，每一樣都正好踩在他項目的核心點上，像是專門為他量身準備的一樣。看來地產老板明年又要發大財了。回到家後，他坐在別墅的院子裡休息了起來。然而就在這時，他卻想起了心上人阿娟，也想到了阿娟的乾媽。前幾天地產老板把受傷的老奶奶送回了家，他知道老奶奶患有嚴重的腿傷，也不知道老人家現在怎麼樣了。阿娟知道現在還沒找到她的人，也不知道這個姑娘現在在哪裡。好了，今天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好了。